你说那小贼一连3夜都去翻荷塘，他到底图什么呢？你们有东西掉了吗？没有啊，连厕纸都没掉过一张。是为了偷偶吧？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万一那人癖好特殊呢？难说难说啊。成婚当日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难怪帝后会不和啊！皇后娘娘在入冷宫之前曾落入过水池中，醒来之后第2日便入了冷宫，估摸着她应该是在失足落水的时候患的失魂症吧。出宫也有些时日了，如今情报已齐，看来我是时候回宫复命了。油焖兔头，我来啦！这次的任务又没有实现，拖个1、2日再进宫回禀陛下是不打紧的。小师妹如今风寒未愈，何苦如此着急现在就回宫复命？你该不会是为了躲这碗药吧？药喝完了，还请师兄让一让，别耽误师妹我回宫复命。这才短短2个月不到，先前那个话多又馋还爱闯祸的小师妹，如今怎的竟变得如此懂事又敬业了？师兄，你不会懂的。按时回宫复命是身为一个暗卫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尤其是油焖兔头大战他的最后一日。好了，该去见陛下了。早年间3国连年征战，边境满目荒。朕好不容易凭借沈月的威慑力和主和态度，签了这100年来第1份3年休战条约。如今使臣进京进行友好交流，说白了就是把武斗换成文斗，在秋猎蹴鞠上争夺城池和钱税的归属。处得好，和平再续30年；处不好，拔营开战，你死我活。真正的麻烦根本不是使臣，而是使臣都快到京城了，朕的皇后还在冷宫里静思己过，而威震2国的沈月大将军此刻正身负重伤，因病告假。这么多天过去了，也不知江兰那丫头究竟查出些什么没有。咱家什么都没看见。要不说皇后娘娘厉害呢，连陛下身边的暗卫竟也是娘娘的忠实客户。赵喜，去御膳房那边给朕端碗汤来。好的，陛下。出来吧，交出来吧。陛下，属下并未。油都滴在朕的奏折上了，东西交出来，别让朕说第3遍。晦气，太晦气了！先前请他吃了碗螺蛳粉不够，现在居然还得请他吃油焖兔头，我的兔头啊！这是何物？长得跟块木炭似的。回陛下的话，这是油焖兔头。哼，别一副朕会没收你吃食的模样。这玩意儿骨头这么多，肉这么少，即便你送给朕，朕也是不要的。真不要？那我……把东西放下，朕有话问你。啊，您说，你没事吃这种玩意儿，是朕平日里给你的俸禄发少了吗？笑死！吃油焖兔头怎么了？这玩意儿肉虽然少了点，但味道层次极其丰富，又香又麻又辣，肉质紧实还不塞牙。就因为它肉少，你就觉得我是穷的吃不起山珍海味才啃的？哼，肤浅啊！对对对，所以陛下会给我涨俸禄吗？龙泉斋将你送至朕跟前，是为了磨练你的性子。你倒好，不仅公然在房梁上啃兔头，还把红油滴在朕的奏折上，如此目无尊卑，是想让朕下令打你板子吗？属下不敢。哼，不给涨就不给涨，扯这么多有的没的，抠得很。有本事真打呀！回头屁股打坏了，我就去找师傅师娘111，让他们给我换差事。要是能去冷宫给皇后娘娘当丫鬟就好了，不用给钱也能吃到好吃的。唉，可惜冷宫还没渗透，要是娘娘能回中宫就好了，我一定主动申请调职。这些天，你都查到了些什么？回陛下的话，皇后娘娘在入冷宫之前，曾一不小心失足落水，醒来之后似是得了失魂症，不仅将前尘往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性子也变得与从前判若两人。失足落水。2个月前，那日我批完奏折，听闻万贵妃小产，便去了昭禄殿。为了借沈月之手打压前朝的万事，我借证据确凿之由，连问都不曾将皇后拉来问上一句，直接把她打入了冷宫。原来如此，
难怪沈月回京后如此一反常态，沈林他竟失魂了。立刻传太医去冷宫替皇后。陛下，这都已经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属下看过记载，失魂一事无药可医，昨日之人不可追。从前的皇后，陛下大可当她去了吧。汇报完毕，属下可以告退了吗？下去吧。这木炭一般穷人才吃的粗鄙之物，属下也一并拿走了。下回不许在朕的御书房里吃兔头了，再吃朕定打你板子，听到没？知道了，烦死了！我是一个1天12个时辰，只要没任务，都得趴在房梁上贴身保护的暗卫。讲道理，暗卫也是人，暗卫也要吃东西的呀。上回吃麻饼咸掉芝麻不让吃，这回吃兔头咸滴红油又不让吃，所以身为暗卫的我，到底可以吃什么？此前112鸟的布局，竟因皇后失足落水患了失魂症，弄巧成拙了。如今这僵局，朕该如何化解？陛下，汤来了。这老太监自打先帝在世时便在殿前，人精一个。如今这僵局，兴许他能解。陈仓2国的使臣不日便会抵达京城，如今宫中后位空悬，沈将军迟迟不入宫求朕开恩，皇后也不来朕跟前申冤。是以朕派暗卫细细查探，才发现皇后入冷宫前夜意外患了失魂症，而今已然将朕忘得一干二净了。此事，你觉得朕当如何？陛下，老奴不过是个端茶送水的老太监，这又是国事，又是家事，又是失魂，又是失忆的，老奴能有什么高见？是没有，还是不敢有？老奴惶恐。使臣出使，事关端朝民生钱税，你若有法子，就别藏着掖着；若有不周全之处，朕恕你无罪便是。使臣朝见，无论是接风宴、秋猎会、蹴鞠赛，还是策论，都需陛下与皇后娘娘一同出席，方显尊重。横竖沈将军迟迟不肯入宫面圣，皇后娘娘也不记得陛下了。眼下这局面僵着也是僵着，不如陛下趁机废了皇后娘娘，改立万氏为新后。不可！此事废后，无异于告诉陈仓2国，端朝第1名将沈月与朕君臣不和。没了沈月这只尊煞鬼做依仗，朕拿什么跟他们争夺商贸钱税的利益？且不说废后另立时间上根本来不及，若是让他们知晓沈月与朕生了嫌隙，难免生出诸多算计。既不能废后，这面见使神又必须得皇后娘娘亲自出面，那便只能由陛下宣旨，将皇后娘娘请出冷宫了。朕当初亲自下令让她入的冷宫，如今再想将她离出冷宫，总得寻个由头不是？陛下当初拟旨，是因皇后娘娘参害皇嗣，罚她入冷宫，竟思己过。哼，如今思过也思了2个月了，陛下仁德，惦念着与皇后的夫妻情谊，故而下旨重新将皇后娘娘请回中宫。对啊，沈林不来申冤，沈月不来上朝，朕就不能自己赦了吗？思过这种事，思多久还不是朕说了算？想必皇后也已经深刻地反省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主意倒是不错，皇后思过期一过，沈将军这病也该痊愈了。你去趟冷宫替朕传旨，就说皇后在冷宫有2月之久，想必已经深刻反省，加上朕十分惦念夫妻记忆，是以让皇后回中宫去吧。现在就去吗？朕现在拟旨，你过会儿拿着圣旨去。朕今夜不速召入殿了，就歇在御书房。你宣旨之后立刻回来复命，明白了吗？奴才遵旨。什么？三皇子要过生辰了？晚上我去冷宫的时候，直接交给我便是。此处人多眼杂的，怎么还劳烦小妖姑娘您亲自跑这一趟？要得比较急，这上头的东西越快安排越好。小妖姑娘，这些是什么？这是蛋糕皮子、抹面用的旋转台以及刮刀的尺寸图纸。你把这张图纸交给铁匠铺的老张，让他照图纸打造一份便是。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鸡蛋、面粉这些我倒也可以理解，可这三皇子过生辰，娘娘要干玉米棒子做什么？磨盘、石槽、竹筛子、蒸馒头用的老面，还有这个新鲜的牛奶。朝朝生辰嘛，阿玲当然要研究一些以前没吃过的食物啦。阿宽小哥有办法捣鼓起吗？旁的倒也容易，只是这牛奶。那么这地方没牛奶，那我心心念念的正宗奶油蛋糕岂不是只能换成简易版的蛋白霜云朵蛋糕了？就牛
呀，母牛，踩下小牛走，产的奶。恕我直言，宫中有专门的奶妈嬷嬷，这皇城之中还从没有谁跟牛抢过奶喝。所以牛奶是没得卖了吗？啊，我的蛋糕！小瑶姑娘莫着急，娘娘既然把差事交给我，我自然能想出法子。仓国地貌宽广，盛产牛羊，而今休战期，三国渐通商贸，只要去城北寻仓国商人，定能买到奶牛。只是端朝银票在他们眼里不值钱，还得拖几车粟米去换。这清单上的东西，娘娘院子应是装不下的。不若我先张罗着，然后将东西全送往冷宫旁的加工厂，让常三腾个院子专放这些食物。甚好甚好，不知何时能备齐。明日一早便可。好嘞。为了让徒弟深刻理解端朝山川地势，庄夫子决定带他实地挖泥巴建造沙盘。好烦哦，这鬼地方，没有气球，没有彩灯，也没有 KTV， 一点生日轰趴的热闹气氛都没有。要不然用灯笼代替彩灯，咱挂一院的灯笼。这么热的天，点一院的灯笼，我都不说什么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安全隐患了。蜡烛点那么多，你是想整桑拿吗？要是有什么东西不发热也能有光亮就好了。哎，要不然咱们抓一点点萤火虫放院里吧。笑死，冷宫哪来什么萤火虫？冷宫没有，城郊也许有呢。有道理。裴师弟，裴师弟，干嘛？过来一下，有事儿找你帮忙。你让小爷过来，小爷就过来啊，除非你能喊小爷一声师兄。瑶瑶，你刚才施展轻功往树上飞的样子好帅啊！等我再练2月，带你一起飞。哼，就他那点轻功，能有小爷帅？说吧，找小爷过来干嘛？你能帮忙给我阿兄捎个信吗？问问他能不能帮我收集一些城郊3外的流银。卖不起火烛吗？没事抓那玩意儿干嘛？早早后日午睡生辰，寻思制造点气氛来着。哟，那小不点要过生日了，那小爷我是不是得给他备份生辰礼啊？对哦，师叔好像忘了点什么，忘记给准备生辰礼了。送点什么好嘞？小孩子过生辰的话，一般送玩具会比较好一点。救命！这冷宫哪来的玩具啊？过个生日要什么没什么。那送套新衣裳。前2天才让阿宽那边添了几身新衣裳。小孩子长得快，衣裳够换就行了。反正今年买的衣裳，明年也是穿不下的。那咱送点啥好嘞？要不还是玩具吧，做点积木。我出个图纸，让阿宽那边找几个木匠帮帮忙。只是有得劳烦你再跑一趟内务府了。积木会不会太普通了？昭昭这种分分钟就能背下99乘法表的神童，怎么着也该送点9连环、木溜妞妈之类的玩具才显档次啊。道理我都懂，所以图纸你来出吗？那还是积木吧。小孩子嘛，当然应该玩一点小孩子该玩的东西啦。那个，我帮忙跑腿的话，这礼物能算咱俩一起送的吗？我的就是你的，当然算一起啊。不过后日昭昭生辰宴当天奶油打发这事儿，你可得帮我的忙。你缺个人形打喷嚏，明说不就好了？你就说你帮不帮吧？帮忙必须帮，我这一身腱子肉都是为你而练的，感动吗？别爱我没结果嘞！呸！那个2位姑娘，打扰一下，玩具是为何物啊？玩具啊，一种瓷饰。那人形打蛋器这又是何物啊？一种专门练习玩具的武功秘籍。你要练吗？要练的话，后日早上生辰宴是早些来，跟师姐我一起呀。小乔来劲儿了是吧？叫师姐，否则分分钟拿50亿削你啊！谁说谁，这感觉真的好爽啊！叫师兄，否则我今晚不帮你俩传讯。黑大哥，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小爷我还有公务在身，走了。我到底要怎样做才能让徐瑶叫我一声师兄啊？本来想着趁传信威胁他的，可是沈凌威胁我，就沈凌那超级仇的性子，如果我敢不传信，后日生辰宴上肯定一口吃食都不会给我啊！好烦。后日阿宁想给昭昭办场生辰宴，就只是让我帮忙弄些流萤吗？这还是阿宁得了失魂症以来头一回主动开口求我这个阿兄帮忙张罗东西，必须安排，往死里安排。徐烈，末将在。明日一早快马出城，传我军令，让敖灿率领全军，于明晚子时搜遍城郊每一寸角落，务必要。将军如此严阵以待，莫非是要捉拿敌国奸细，还是什么绝世贼人？务必要将城郊流萤尽数俘获，全军出动，越多越好。记住，我只要活口。作为一个正经参将，我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好笑我都不会笑，除非忍不住。
末将领命。皇后娘娘，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免礼免礼，都起来吧。这里是的，怪正式的。娘娘吩咐的东西，昨个夜里阿宽公公便已差人悉数送来了，全都放在隔壁院里，特意拿铜锁锁着。奴才现在领您过去瞧瞧。那就有劳公公了。你叫什么名儿啊？回娘娘的话，奴才姓包，娘娘叫奴才小包子便好。为什么不姓焦，叫小饺子，或者干脆姓混，叫小混沌？这面粉、鸡蛋、玉米棒子，实莫不过是寻常之物，为什么要特意用铜锁锁在院子里？防贼吗？我操！这什么情况啊？你问我？我反反复复检查了清单整整2遍，我分明记得我写的是牛奶，而不是老牛啊！还不快点把我放回去！好嘞。所以刚才我一扭声声中夹杂的那声“卧槽”，是我幻听了吗？奴才视察，昨夜江省卫记牢，差一点冲撞到了皇后娘娘，还请娘娘恕罪。没事没事，你起来说话。老这么贵啊贵嘞，不怕老了得关节炎吗？如此温柔贤惠又能干的皇后娘娘，居然以戕害皇嗣这么瞎的理由被贬冷宫，真不知道陛下他究竟是怎么想的。算了，奶牛都有了，牛奶嘛，季季总会有的。小包子，你能帮我运几个得力的帮手过来吗？这么多玉米棒子，就我和瑶瑶2个人，得摆到什么时候去啊？人手长公公早安排好了，都在前院候着呢，奴才这就去叫。阿宁啊，咱们不是过来做蛋糕的吗？摆包谷干嘛？想听原理？原文起响，面粉有3种，高筋、中筋、低筋。高筋做面包，中筋做馒头，低筋才能做蛋糕。这个我懂，端炒的面粉是做馒头的，中筋。所以咱为啥要摆包谷啊？自然是为了做玉米淀粉啊。将玉米粒泡水，磨浆，土药烘干，2次研磨，过筛。得到玉米淀粉后，与中筋面粉按1:4混合，就是低筋面粉了。一会儿自制酵母粉、牛奶拌自制奶油，全都需要用到它。所以摆包谷得多多益善。你连这都懂？你对美食博主的内卷程度，简直让我一无所知。阿宁啊，你这当真是牛逼他老爷给牛逼开门，牛逼到家了呀！低调低调。皇后娘娘，万福金安！这整整齐齐的小模样，搞得跟体校军训似的。免礼免礼，摆包谷嘛，一起。这可以吗？皇后娘娘居然邀请我们同她一起掰玉米棒子。别拘着啊，自己找地儿坐。奴才遵旨。启禀娘娘，这玉米浆子都已经送入窑内烘烤了。按照娘娘的吩咐，每一个土窑旁，奴才都安排了人手掌握火候。不知娘娘接下来还有什么吩咐？你能找几个人帮我几桶牛奶吗？奴才这就去安排。你有没有觉得在场面有一种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母牛的感觉？本来不觉得，这么一说，画面感扑面而来啊！但我现在出门在外，端的是一副副正经皇后的模样。正经皇后能对着一头被迫挤奶的乳牛，绝不能崩人噻！娘娘定是嫌这挤奶的画面过于暗窝，不忍直视。奴才们办事不力，污了娘娘的眼，还请娘娘恕罪。无妨无妨，你继续。明日就是昭昭的生辰宴了，这么多人帮忙，花了整整1天才捣鼓出3种粉，连奶油的影子都没瞧着。阿宁，这生日蛋糕的事儿当真有着落吗？酵母与低筋面粉都有了，蛋糕还会远吗？安啦安啦，明日一早你就去把黄油做出来，下午的时候一边烤蛋糕坯一边做奶油，完全来得及嘞。我做黄油？今日丢进井水里的牛奶，明日表面会浮出一层奶皮，然后呢？把奶皮捞出放碗里，然后把碗放入冰凉的井水中，隔水高速打发成豆腐渣状，
将2勺瓦罐里剩下的冰牛奶继续高速打发，反复多次，持续不断，大概半个小时。这货想死就觉得胳膊要断了，不行，绝对不行！死道又不是贫道，明日一定得忽悠着裴行川拉大元宗跟我一起干。瑶瑶，你看，果然星星什么嘞，就是得爬屋顶上看。阿宁，等立秋出宫之后，咱俩带着昭昭一起去钓鱼搞野餐吧。可以是可以，不过我觉得在那之前，咱俩得先想办法研究一下豪华版自制加长马车。我想让老张帮我整点烧烤夹子、折叠桌椅、烤肉炭炉、帐篷天幕。如此说来，寻常马车确实装不下这些家伙事。没有房车出门旅游很麻烦嘞，要不然改走水路嘞，弄艘大一点的船。你要相信，凭我现在的敛财速度，再贵的船也是买得起，无非是早一点买或者晚一点买的区别罢了。阿玲，你知道吗？你说这话的时候真的特好恨。女人，看到眼前这片攻城了吗？这都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那边就别看了，那边打不下来。救命！这么老的梗！我今日得罪你母后了？没啊，1天了，饭呢？母后人都不在院里，哪来的饭啊？总觉得母后与小瑶姐姐这2日神神秘秘的。徐参将早，老呢？敖副将在主帅营中，正用沙盘与燕监军对弈。晏婴这时今日也在，那今夜全军出动捉刘盈的荒唐事，不得被他捅到陛下跟前去啊！得想个借口糊弄过去。哟，监军大人今日也在呢。你不在城中陪将军养病，怎么擅离职守，跑到军营里来了？您这一局究竟是输了多少兵马呀？一副逮谁怼谁的模样。早知今日监军大人会来督察，我真该把庄墨捎上一同回来。你们读书人墨水多，相互之间好掰扯。我受陛下所托，负监军之责。都行了，别叨叨了。我家将军派我来军中传话，沈将军有令。将军在京中养病，听闻沈家军在营中操练已久，久不剿匪，士气低迷。放屁！沈家军军纪严明，骁勇善战，士气什么时候低迷过？究竟是哪个龟儿子跑到将军跟前嚼舌根的？是。兄弟们许久未战，近来这士气的确是低迷的很呐。不知将军那边有何良策呀？将军特意派我来此，令沈家军于今夜子时埋伏在城郊山外各处，伏兵演练，捉拿刘盈。等会儿，捉拿什么刘盈？哎，监军大人，您这就不懂了吧？如今军中士气低迷，若再用寻常方法操练，自是不行的。城郊演练嘛，这寒武人烟的，捉拿什么不是捉？不捉刘盈，总不能捉你吧？况且夜捉刘盈只是练兵的一种形式，重点不在刘盈，在于给士兵找事儿做，省得闲出个鸟来。你说是吧，老敖？对啊，是。这军队久无仗过，又无肥脚，的确是闲得发慌。偏偏立秋将至，还得驻扎京外，以防陈仓2国来京中搞事情。这士气方面确实该想想法子，好好提上一提了。当真只为操练？你敢说你家将军就没旁的舵谋了？图谋？监军大人以为这伏兵演练夜捉刘盈的能有什么图谋？总不能这小小一场伏兵演练鼓舞气势，监军大人便想去殿前参我家将军一个起兵谋反之罪吧？哎，老徐，怎么说话呢？咱们是去城郊山间演练，又不是去城内。纵想在殿前参个起兵谋反，这行军的方向也不对啊。监军大人受陛下信赖，又非蠢笨如猪之人，怎么可能仗着肚子里几滴墨水，就拿着笔杆子瞎往上乱参？你莫要一时冲动，做事不过脑子，惹得将军与监军大人结了私怨，当心将军打你军棍！哼，将军之令已传，今夜子时行动。我且出门寻2兵淬炼。区一个小小的参将，竟然也敢在我堂堂监军面前甩脸子！我要参他，回京就奏本参他。哎，监军大人，快息怒！这老徐入军10年，一身蛮力，骁勇善战，资历远在我之上。你可知他为何只混了个参将啊？为何历任监军大人上本参的呗？他仗着一身蛮力，逢人便怼，睚眦必较，是个极不好相与的军中刺头。平日里看着不像啊，刚进门还乐呵呵的。提到老徐这脾气，还得从当年陈国在郾城那一战说起。那夜过后，这家伙就跟被下了降头似的，一改嚣张霸道，老老实实跟在将军身旁，拿着笑脸待人。但有一点，
轻易容不得旁人当着他的面随意攀灭沈将军半句，一说便像从前那样，跟条疯狗似的，逮谁咬谁。监军大人可知刚才他为何拂袖而去吗？为何？因为我刚才说惹得将军与您结了私怨，我搬出沈将军压他，他顾着将军的面子才走的，免得再待下去会忍不住出手揍你。监军大人可知上一任监军就那个魏大人为何因腿疾辞官吗？合着此人行事如此不计后果，就不怕查出来掉脑袋吗？这夜黑风高麻袋一套的，哪来的证据让他掉脑袋呀？再说了，咱们这些行军打仗的粗人，本就是把脑袋摘了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混人，真要撕破了脸，指不定谁摘谁脑袋呢。如今老徐这脾气算是好的了，毕竟还晓得顾着点沈将军。真要换了他以前的脾气，您这胳膊估摸着刚才就已经废了。这俗话说得好，宁惹君子，莫惹疯狗。监军大人，您说是吧？我奉陛下之命，行督军之责，自当公用行事。今夜子时，我与你二人一同前往山林观摩演练。若只是捉留营盗罢了，若查出王的图谋，我再上本参奏也不迟。就监军大人这小胳膊细腿的，入夜后跟着咱们一起演练，跟得上教程吗？报告，30只。报告，3只。可恶，手速还是太慢了。还真就一场捉虫演习。早知如此，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这大晚上山路不好走，蚊虫也多，简直是平白给自己找罪受啊！老徐，整两口不？不敢。今儿又没打胜仗，监军大人尚在，万一惹得他与沈将军生了前隙，多少军棍不够我吃的。你说你这狗脾气，当真是逮谁怼谁。人是监军，你让一让，哄着不就行了？今日若一言不合揍了他，不平白给咱将军树敌吗？那就直接弄死。老子怕个锤子！弄死！一言不合，你搁老子的就只晓得弄死。你个脑壳里头长肌肉的憨批，你才是个敖憨批。徐憨批，过来喝酒了。老徐，快跟我说说，咱们家将军是不是跟哪家姑娘好上了吗？你觉得就他那一不说话就咔咔往外冒冰碴子的性子，哪家姑娘敢同他好？白瞎一张脸，长得这么好看，连个媳妇儿都讨不着。说的好像你就讨到了媳妇儿似的。那他下令让咱抓刘盈干嘛？将军妹子被贬冷宫这事儿你知道吧？明儿个三皇子生辰宴，他妹子开口让将军帮忙搞些刘盈在冷宫办生辰宴来着。哦，这样啊。话说我明日随你一同回京吧。这刘盈虽多，我一人策马拉车足矣。你跟着一同入京做什么？我身为军中副将，昨夜行兵操练之事，自当携车中刘盈亲自面见将军，汇报军中。滚！别跟老子打官腔，赶紧的说人话。这车上竹筒众多，入冷宫不可能走正门，没正门可走。你猜将军要怎么将这批刘盈运入宫中？找两手下以麻绳系竹筒挂身上，施展轻功翻墙不就进去了？这跟你回京有什么关系？既是生辰宴，将军妹子总不至于抠骚到让咱们这些送货的手下送完就走吧？懂了吗？所以明夜只要在将军跟前被点了名，便能去将军妹子跟前蹭饭吃。哎，对喽，那这军中，这不是还有监军大人在吗？咱俩处在营里，人想找你写点奏本也不方便，正好给人一个独处军中上下查探的机会。哼，他若如实汇报倒罢了，要是敢乱写，老子套个麻袋弄他！你个疯狗，你个憨屁！母后，今天是昭昭生辰，母后可以给昭昭煮碗面吃吗？母后人呢？母后！师傅，你知道母后去哪儿了吗？说是最近正在研究新菜式，您娘带着小瑶姑娘今日一早便赶过去帮忙了，估摸着今天一整日他俩都得待在那地方。来吧，小孩子被忘记生日什么的，哭吧，气哭小孩什么的最好玩了。等他哇的一下哭出声，我再笑眯眯的惊喜透给他听。唉，昨日如此便罢了，想不到今日还是如此，可叹！你我师徒二人又只能拿着这稀饭冷馒头凑合着再度一日喽。所以母后是因为加工厂那边有事要忙，
才将昭昭的生辰给忘了吗？我还以为今年的生辰母后能给我煮一碗素面吃。我生来没了母亲，又被父皇厌弃，从前连饭都吃不饱，如今幸得母后垂怜，有饱饭吃，有新衣穿，还有先生教读书。如今我拥有的根本是从前不敢奢求的，不过是一碗小小的生辰面罢了。母后是忙，不小心忘了便忘了，有什么好失落的呢？书上说知足而常乐，要知足啊，昭昭。师傅，那今日我们学什么？啊，这都不哭的吗？没劲儿了啊！到嘴的悄悄话透不出去可还行？今日去荷花池那边学钓鱼，学爬树，学挖泥巴，学摸虾。师傅，你这是魔怔了，还是被小瑶姐姐一龙顶替了？你就说你去不去吧。你若是不想去，为师我一个人去。去的。走了没？这桌上放的冷馒头没了，我估摸着这院里应该是没人了，包袱先在院里啊。这东西松不错哎，这你绝了啊！阿莲，你这像不像是一棵圣诞树？哼，笑死！哪家正经圣诞树上头会挂着一堆凶器一样的小木剑啊？这是用来辟邪的吗？裴师弟！前日便因这3个字被诓过去当信差，今日不到饭点儿，小爷我说什么也是不会踏入那冷宫卫墙半步的。裴师弟，今日这院中来了点新鲜玩意儿，不如你我2人就此切磋1、2句玩技。你若胜了，我便认你为师兄，如何？这忽悠人的话说的也忒直白了，把你若胜了，我便认你做师兄这种话摆出来，叫人一听就知道是在明晃晃的坑人啊！裴大哥又不是个傻子，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上当？唉，这瑶瑶也太耿直了，那法子怎么可能骗得了人？还得看我的。瑶瑶，你这么说大傻子才来，看我的，我教你2招。这话可是你说的，若是输给了小爷，便得认小爷做师兄哦。比什么不好，偏比腕劲儿。天知道我为了练银蛇飞刀，天天在御花园扔石子儿，这波稳赢。如此明显的忽悠，这居然也能入坑！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腰间1把刀能在铁匠铺被人坑走1000两银子了。这人傻钱多的属性是胎里带的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院中无旁人，便让阿玲出题做个见证。哼，行啊，切磋就切磋，真当以为小爷我怕你了？算了，横竖是免费劳动力，他自己没发现，我也不好意思多说。喏，拿着这个快速搅拌，谁先将这牛奶皮打发成豆腐渣的样子，就算谁赢。明白了吗？明白。等会儿，正常比腕劲儿，不应该是比投壶之类的吗？你们俩该不会是合着伙诓小爷来帮忙干活的吧？裴大哥，比赛的形式不是重点，重点是赢了之后就可以做小瑶的师兄了。参不参与随便你。预备备，开始！哼，这场我赢定了！可恶，小爷怎么可能输给你？时间到。小窑盆里的奶豆腐渣多鲜，所以这局他赢了。该死，一定是先前喊开始的时候，为师由于慌了个神儿，这才让他赢了。可恶，输在这点小细节上。小爷我强烈要求再比一次。这世上竟然有这么极品的大冤种，还有这种好事！输了便是输了，哪有再比一场的道理？别啊！
那啥，刚才是小爷我没发挥好。那个沈年啊，帮忙，让我同小妖再比一局，最后一局。今儿个是早早生辰，我在院里手头上一堆活要干。再者，你们方才比试用的材料需提前1天准备，我已经没现成的了。裴大哥，你莫要失落，不如等我忙完，晚些时候再寻些旁的物件儿，让你与小瑶重新再比一局，如何？如此便多谢你了。这沈家妹子真是太好说话了。再想想那个日日冷着脸叫我手腕发力的沈月，同样姓沈，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好说好说，不过这最后一局胜负无悔，你可不能再让我帮忙加事了。若回回都依着你，不得比到天亮去？黑幕这种事，再来几次估摸着就得露馅儿了。放心，小爷我这次输赢都认。火力全开模式。时辰不早了，走吧。将刘盈堆放于前院老榕树顶，你二人藏于屋顶埋伏。待庄墨带沈昭回院，立刻书剑齐发，射破竹筒，务必让刘盈以最快速度散落院中。是。我这边忙完了，你俩还比吗？比啊，比约比。预备，开始！他俩这是在做什么？有一块奶油蛋糕引发的黑幕决斗。如此浅的计谋竟也会上当，而且还在同一个坑里连上2回当，真想把他的脑子揭开，看看里头是不是只装水了。裴大哥不过是少年心性罢了，他的爹娘肯定很疼他。哦，阿宁何出此言？裴公送他来时可是交代，只要揍不死就往死里揍啊。他与阿兄同岁，人生中最大的烦恼不过是想让从前的徒弟叫他一声师兄。大抵只有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什么都不缺的人，才能像他这般胸无城府，永远保持着一颗无忧无虑的赤子之心吧。阿玲啊，你快过来看看，那奶油算打好吗？再加一次应该就可以了。裴大哥，你要加油哟！知道了。救命！我一个内务府的小太监，为什么要和端朝2大顶级煞神并排趴在屋顶上啊？这是在干嘛呢？嘘，别说话。这次绝对不空打。皇后娘娘，您在院子里吗？皇后娘娘，到底还放不放萤火虫了？我的手都要抽筋了！都没有小妖姑娘说今日昭昭生日，给个惊喜，于是便把人全给薅屋顶上了。娘娘，老奴有旨要宣。宣了一辈子的圣旨，在房台上趴着宣的还是头一次啊！嘘，早早快回来了，还请公公帮忙，手上这东西晚点再宣。陛下的旨意很重要，但父位皇后的旨意也很重要，两头都得罪不起，就近原则。好嘞，晚点宣就晚点吧，趴在屋顶宣旨，多少也有些不体面。快，把灯灭了，把灯灭了，早早回来了。多谢沈将军出手相助。母后，
难怪这2日总是忙得不见人影。这些寻常玩具，对我来说新鲜极了。瞧把这孩子欢喜的，都被这满树流萤给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我没哭，我才没哭，我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瑶瑶，快去把这院里的灯点上。多谢皇后娘娘挂怀，老奴无恙。抱歉，在冷宫屋顶先前便修缮过一回，不是很牢靠，今早诸位了。做奴才的挨打挨骂都是常有的事，只有做错的奴才哪有道歉的主子啊？娘娘这么客气，老奴很忐忑啊。今儿这事儿不过是场意外罢了。那个，今日不是昭昭生辰吗？诸位干站着做什么？赶紧入席啊！与皇后娘娘、沈将军同桌而食，这个如何使的？昭昭，来，这是舅舅给你准备的生辰礼物。拿着，这是小爷我给你准备的。昭昭，这是为师给你的生辰礼。多谢舅舅，多谢常小哥、阿宽小哥，多谢裴大哥，多谢师傅。昭昭啊，你母后与我给你准备的生辰礼都挂树上了，回头吃了饭再去取吧。早，快看，那是你母后专门给你做的蛋糕。来，吹个蜡烛，许个愿吧。在心里头默念之后，把蜡烛吹灭就可以。愿望不要说出来，说出来的愿望就不灵验了。我希望能与母后、小瑶姐姐永远在一起。作为一个懂规矩、识大体的老奴才，怎么能在人三皇子虔诚许愿的时候格外煞风景的宣读圣旨呢？老奴继续等就是了。母后，昭昭的愿望许好了。不容易呀，几经波折，这宣旨的机会终于来了，不是？愿望许好了，那就吹蜡烛，然后分蛋糕。这娘娘此言一出，现在宣旨的话似乎也不大稳妥啊。算了，等三太子分完蛋糕再宣也不迟。这桌上一大半的人我都得罪不起呀。从入院到现在，又是爬屋顶，又是屋顶塌了，又是送礼物许愿的，横竖都已经耽误这么久了，也不差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可以啊，这玩意儿比小爷在京城吃到过的任何一家糕点铺子里的糕点都要好吃得多。绵软、松软，甜而不腻，还有一股奇特的回甘。没跟牛抢过奶喝，这奶味实在形容不出来啊！今日昭生生辰，我为众人吟一首咏蛋糕吧。皑皑山间雪，皎皎圆如月。好险，差点就吃了有文化的亏。算了，蛋糕什么的以后再咏吧。师傅，大家伙正吃得高兴呢，您这会子把圣旨拿出来，这不膈应人吗？陛下的旨意怎可耽搁啊？可是咱们已经耽搁了呀，原本进院就该宣的。屋顶瘫了没宣成，陛下那边横竖都已经耽搁了，便是再耽搁久一点，罪名也是一样的。晚些宣旨，咱只得罪陛下一人；此时宣旨，咱不仅得罪陛下，还得罪这一桌的武将和娘娘啊！赵喜去冷宫宣个旨，怎么宣了这么久还不见回来？莫不是皇后那边又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沈月抗旨了？是不是冷宫走水了？啊，这兔头真好吃，明天买点冷锅串串试试。原想站起身来，按照流程先施礼，再正儿八经宣读的，奈何吃得太撑，生怕弯腰的时候一不小心跃出来。皇后娘娘，沈将军，老奴这边有旨要宣。啊！你不提醒，我都彻底把圣旨这词儿给忘了。可以通融一下，不跪着听吗？真得慌，万一跪下接旨之时一不小心约在了圣旨上，多不雅观啊！横竖此处也没旁人，
娘娘不想跪着听旨，不跪便是。谢天谢地，按流程走，老奴也怕自己约出来。当初娘娘因戕害皇嗣被贬入冷宫，而今2月之久，陛下宽容仁慈，觉着娘娘也该反省清楚了，是以特意令老奴宣旨，请娘娘重回中宫。我俩还没等来立秋后的第一场雨，便等来了狗皇帝的复位旨意，要不要这么回去？沈家妹子若是回中宫当正经皇后去了，那今后上哪儿蹭饭去啊？放你娘的猪狗屁！沈家妹子是你想贬就贬，想迁回就迁回了吗？你俩给我把嘴闭上！皇后娘娘，陛下这旨意您看？我看今夜这防他得很是时候，线下修都不用修了，直接跑路吧。回头陛下问起，就说冷宫年久失修，房梁压死了皇后。君无戏言，陛下贵为九五之尊，残害皇嗣这样的重罪，才关2个月就迁回中宫，这子拟的是不是多少有些草率了？要不这样吧，公公替我带句话，就说皇后娘娘自觉罪孽深重，无颜面圣，打算在这冷宫多反省些时日。娘娘犯下重罪，陛下依旧愿意主动迁娘娘回宫，此等恩宠，足见陛下宽容仁慈，心里头是有娘娘的。娘娘何不借此机会服个软，破镜重圆，岂不成就一番佳话？宽容仁慈，我真的酸 Q。要不是原主已经挂了，我就真信了你的邪。他心里有我，我和姬妹做蜘蛛网啃冷馒头头儿哈儿，他人在哪儿了？哎，不对，沈月回京那么久都没动静，为何会忽然着急忙慌的下旨？这团晦气头，莫不是还有什么隐情？低头服个软。究竟是陛下他宽容仁慈，想要与我家妹子破镜重圆，还是觉着这陈仓2国使臣将至，他需要阿牛以皇后的身份站在他的身侧，装作一副帝后和睦的样子，替他维系着端朝皇帝君臣一心的体面？做陛下身边的奴才好难啊！我明明都已经很小心谨慎了，这破圣旨一宣，好吗？还是将这一桌的贵人给得罪了个彻底。那个，老奴就只是个跑腿传话的，诸位大爷怼我怼错了人不是？阿宁，你想回中宫做皇后吗？震惊人虽想回中宫居着啊，这冷宫住着他不香吗？但是这事牵扯2国私政和朝堂政事，我貌似不想回也得回呀。人呐，烦人呀！既你不愿，那便不回，由阿兄替你撑腰，万事随心即可。赵公公，你去陛下跟前回个话，就说阿宁想在这冷宫多反省些时日。这将军大人，您又不是不知道，此次和平交流事关重大。无妨，照着这话回他便是。明日一早，我自会亲自入宫面圣。只要沈将军愿意见陛下，这事儿就还有转圜的余地。怕就怕这将军也撂挑子不干。陈端仓3朝谁人不知，端朝的半壁江山都是沈月打下来的。从前将军因皇后心悦陛下，甘为陛下手中刀剑。现在皇后摆明了不想搭理陛下，陛下再想拿捏皇后，难喽。陛下还在御书房等老奴回话，老奴便先回去复命了。我将庄墨带走，你今日先去侧屋凑合一夜，明日裴星川便会差人替你修缮屋顶。阿兄放心，这屋顶没了，打扫打扫。这夏日晚风映红星辰，床榻上休息倒也别有一番风景。阿兄，我听赵公公说，这次和平交流事关重大，陈仓2国之事，阿兄能否与我多说一些？我虽厌烦宫中规矩，但若为江山社稷故，阿宁冷宫中宫都是住得惯。圣旨之事你莫要多想，你只需随心而为，过好你想要的日子。阿兄自会想办法替你周全一切，一切有阿兄在。我这个人表面看着和谁都亲切随和，
但因为从小没被关怀过，内心深处边界感十足。整个端朝，真正能让我娇娇的只有需要，因为她是我的闺蜜，是我在异世唯一灵魂相似的人。我可以穿她的衣服，让她帮我刀人，把所有钱花在她身上，互相理所应当。但沈月，他是原主的阿兄，不是我的阿兄。他连甚至后头发生了什么都不肯说，便想让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偏爱与周全。这深沉的互动之情，对我而言，实在是理所当然不起来呀。这神功消息太闭塞了，什么局势都不清楚，就让我直接随心而行，这心碎的多少有些忐忑啊！哎，烦人！我隐隐记得，早在先前选圣旨那会儿，早早便悄悄一个人坐秋千架上头去了。早早，可是因着那道圣旨的缘故，搅扰了你的生辰宴，所以觉得不开心了呀。昭昭已经5岁了，是个大小孩了，才不会那般小孩子气。哟，5岁的小孩就不是小孩了？那是当然。昭昭的生辰宴与接辰宴、秋猎会、蹴鞠赛这种国家大事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又怎会因着父皇的一道旨意而觉得不开心？等会儿，秋猎会、蹴鞠赛，你知道这团晦气后头的真正缘由啊？啥晦气啊？你知道那个，你父皇为何在此时宣召你母后重回中宫？关于这端朝的事儿，母后是想从头开始听，还是交流会这事儿？事无巨细，多多益善。庄先生说，这端朝近100年来一直在与陈仓2国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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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峙。等会儿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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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教你的？阿玲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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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不是重点。来，早早你继续。早些年，端朝夹在陈仓2国之间，就跟个处处受气的小媳妇儿似的。今天被这个打2拳，明天被那个揍2顿，不是割地赔款，就是在城邦失陷。这端朝原来混得这么惨的们，我还以为出了宫能游山玩水，千万别告诉我外头全是烽火连天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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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师傅说，仓国地域平坦辽阔，常有凶兽出没，仓国人不善耕种，日常便是骑马牧牛羊，因此一个个长得都是虎背熊腰的彪形壮汉。那边的地方嘞，也如这般吗？那边倒是没有这边这般彪悍，只是那边地貌多山峦，毒虫泛滥，瘴雾浓郁，当地人又善用毒驱虫，战场之上比对付这边起来还要更麻烦。关键咱们端朝的位置正好是在陈仓2国的中间，所以端朝和仓国有冲突，咱们南面挨打；端朝与陈国有冲突，咱们北面挨打。陈仓2国之间有什么冲突，咱们南面北面都挨打。不过端朝总挨揍，那都是早年间的事儿了。师傅说，黄爷爷在位时得了精妙的野铜炼铁术，黄爷爷伏案连赞3声好，掏空国土铸造军械，试图收复失地。只可惜黄爷爷年迈，眼见端朝刚有起色，就到天上做星星去了。师傅说，黄爷爷在去做星星前，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朕批你沙场半生戎马，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负心心肠的小鸡崽儿？看到你这手胳膊细腿的就头疼，滚一边站着去！你说说，这老天爷怎么没给我刘家生下个你这般的好儿郎？锦儿娶了你妹子，咱们也算一家人了。锦儿那小短腿老的是指望不上了，老子一生的夙愿只能交托在你身上了，听到没？你要将端朝失去的土地重新打回来，待到国泰民安，给我捎一份江山看舆土。如若不然，我就在天上诅咒你讨不到媳妇儿。舅舅被黄爷爷吵得没有办法，只得点头应承。黄爷爷见框的舅舅起了誓，来，那个滚一边站着去的小鸡崽过来。师傅说，这2个盒子里，一个装着象征皇权的玉玺，另一个装着全部军权的虎符。儿啊，这东西给了你，你便好好治理江山。为君者当为百姓计，为苍计，为天下计，切莫鼠目寸光，妇人格局。父皇，哦，我拿错盒子了。看什么看？这虎符乃为父毕生心血，你想都别想！这玩意儿交到你手头，玩得转吗你？拿上那破玉玺，给朕继续滚边上待着去！
月娃儿，你把这东西给老师拿稳了，这东西千万莫要给他，给他这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大段江山便又要废喽。真的是亲爹。然后啊，黄爷爷便握着舅舅的手，长吁短乐小半天。生不逢时君王恨，家国未兴百姓临。人间正道多坎坷，江山万里怨难平。满身仇怨诉君听，君且行，君莫停。身与魂作剑中鬼，护君正德天下兴。好死，好奇葩！但凡老子能再多活20载，能有你们这些个小兔崽子什么事儿？黄爷爷说完这话，两腿一蹬，双眼一闭，就做猩猩去了。舅舅得了虎符，率军南征北伐，biu biu biu 的干架。外公散尽家财支持，苍陈二国本以为端招气数已尽，谁知虎符在手的舅舅干起架来比黄爷爷还凶。端朝愣是让他们伤筋动骨，讨不到好，于是签订了3年和平休战期。1年前的约定，便是今年立秋时，陈仓使臣来京和平交流。师傅说，这交流处得好，和平期能续30年、300年；处不好，舅舅便又得披甲上阵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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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原来如此，端朝正处在由弱转强的关键处，此次和谈顺利，才是真正意义的强国之路。难怪狗皇帝急着叫我回去演帝后和睦，这活儿我貌似还真推不掉啊。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回陛下有话，冷宫屋顶塌了，正乱着，便耽搁了些时日。屋顶塌了，无妨，反正皇后今夜领了旨，也回中宫歇息去了。塌了便塌了吧。回陛下的话，皇后娘娘并未依旨回中宫。她说，自觉罪孽深重，想在冷宫多反省些时日。朕都已经屈尊降贵，主动挟旨把她放出来了，她竟仗着沈月在京，如此不知好歹。她此番抗旨不遵，是想让朕打她板子吗？陛下，当真会下旨打皇后娘娘的板子吗？哼，那老奴扶陛下歇歇，旨也宣了，命也付了，饭也吃饱了，洗洗睡了吧。时辰将至，皇后至今还待在冷宫不愿意出来，你觉得朕能歇得下去？陈苍二国不是好相处的，沈家兄妹若不能与我扮演帝后和睦，君臣同心，岂不叫外邦看了笑话？满目疮痍的江山刚刚恢复生机，若因皇后任性再起战事，百姓何时才能安生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位暗卫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吃，我只是个暗卫啊！国家大事关我吃兔头什么事啊？打工人好难。你说说你，啊，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等会儿，我不过是啃了个兔头而已，而且把皇后失魂症的消息打探出来，怎么就身在其位不谋其职了？这骂人骂的牛头不对马嘴的，也不知道这陛下究竟又在抽哪门子的风。你是不是对朕翻白眼了？属下不敢。才怪！大晚上的肚子饿了不让吃东西，还得听你在跟前怼我。要不是师傅师娘叮嘱过，做暗卫得专业，得话少，得高冷，早开口怼死你了。不敢，我看你敢得很！陛下快息怒，娘娘身患失魂一症，记忆全无，此番抗旨情有可原。哦，江兰懂了，骂我可以，反正我也的确吃马饼掉渣，啃兔头掉油。骂皇后，今日才看过帝后之间那档子事儿的我，可就多少有点听不下去了。属下以为，既然面见使臣这事儿姿事重大，陛下有求于皇后，为何不亲自去趟冷宫，与皇后娘娘面对面，把话摊开，好好聊聊？你以为朕问你话了吗？你以为什么？你以为？面对这个屁本事没有的陛下，当真是无语。横竖忍下去也是被戳脑壳，万一打我板子，我正好回龙泉轩找师娘依依英；万一摘我脑袋，我就回去继续依依英。今天非得把话说完不可。陛下先前那道圣旨上头，一没写使臣将至，二没写这事儿需要皇后与陛下并肩同行。娘娘如今失魂，拒绝迁出，无非是冷宫待习惯了，她连外头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怎么就身在其位不谋其职了？回头若这和平交流会上有什么不顺遂的地方，陛下是不是还想将所有罪责一并都往皇后娘娘身上推，觉得一切皆是因她之故，才引着天下战祸将起，自己没本事，怪这怪那儿的。万万没想到，
这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暗卫小丫头，一开口这嘴巴跟吐刀子似的，比起那个庄墨，竟也不逞多让。这丫头背后是龙泉斋，那是先帝的故交，那对夫妇三令五申，这丫头是心尖尖上的宝贝，打不得。我若打了她板子，势必惹得龙泉斋心生怨毒。沈月那边已经撂挑子了，再得罪龙泉斋，这皇位我还做不做了？照你这丫头的意思，都是朕的错喽。属下不敢。哦，那不然呢？好好一皇后被你处成这样，不是你的错，难不成是我的错？你不敢？我看你敢得很！区一个暗卫，竟也撒泼到朕的头上来了！天地良心，我半个脏字都没带，哪里就撒泼了？属下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陛下若能像属下这般，有什么说什么，娘娘也不至于至今还窝在冷宫不出来。退一万步讲，就算娘娘瞧着陛下生厌，不想帮这个忙，陛下就不能多哄哄她，寻之以求，诱之以利吗？我当初就不想当暗卫，是师傅给我兜里塞了20个师娘做的麻饼，我才来的。娘娘若不爱吃麻饼，陛下塞点油焖兔头哄哄不就行了？你当谁都跟你这只耗子似的，拿点吃的就能哄得住？对啊，沈月如今不好相与，皆因沈灵失魂。当年我酿下大错，导致与帝后之间面和心不和，可如今她已经失忆了啊！我为何不重新哄得她像从前那般心悦于我？若能再得沈灵心悦，何愁沈月不为我所用？横竖这事儿一直搁在心头，也睡不踏实。你赵喜跟上。哎，我刚才说了这么多，陛下都不打我板子的吗？脾气这么好，这么贤德。既然这一届陛下只会在嘴上嚷嚷着打人板子，实际却轻易从不真正手，那我是不是以后可以有事儿没事儿多说一些，不用再一声不吭吭装高冷暗卫了？好耶！饭都已经吃完了，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单看这阴冷的相貌，就知道是个积善玩弄、阴私伎俩的主。这小家伙是？回陛下，老奴先前便禀过，娘娘入冷宫没几日，便将这三皇子也一同接入了冷宫。哦，三皇子，朕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你生母是个婢女，鄙人生的小孩也配叫皇子？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陛下他压根就不记得你。江兰说过她失魂，性情大变，估计是忘了朕的模样。皇后娘娘，陛下来看您了。哦，朕大老远来冷宫看她，她就这是什么态度？朕听闻皇后宫中屋顶坍塌，既如此，为何不先回中宫？臣妾初入冷宫之时，不仅屋顶是漏的，天上还下着雨，房间里到处都是蜘蛛虫蝇。那会儿都在冷宫里把日子过下来了，这会儿不过是塌了个屋顶，有什么过不得的？以前那闷葫芦一般的大家闺婿，如今竟变得如此难相处。阿宁，你可是在怨恨朕？那日因你戕害皇嗣之故，将你贬入冷宫之事，只要你回一句不敢，朕就顺水推舟说当时是权宜之计。朕心里一直有你，完美。我不怪你，我还得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1日3餐不济的体面，谢谢你赏我这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快乐。我姐妹是装模附体了吗？小嘴跟抹了毒似的，只要怼不嘎，就把这渣男往嘎里怼。可恶！若非有求于沈月，朕恨不得立刻撕破脸皮。阿宁，朕不过一番好意，听闻你这宫中屋顶坍塌，想亲自过来劝你回中宫休息，你又何必这般言辞多多，得势不饶人？冷宫最高级别商务会谈正式开启。朕来你宫中确有要事，此番陈仓二国派遣使臣入京，朕觉着你身为一国之后，理应站在朕的身边，打点这朝会盛事，为这天下黎民百姓
谋一个长久的太平日子。先前因子嗣故将你贬入冷宫，此事无论对错，都就此翻篇吧。朕素来仁厚，不想再与你计较了。早早刚给我补完烽火连天 biu biu 挨揍的历史，你这素来仁厚的鬼话也就能骗骗鬼。所以你今晚大老远的来冷宫找我，是想让我不再计较你此前借万家之手将我贬入冷宫之事，想求我看在这天下黎民百姓的份上，出面帮你演一出夫妻和睦的戏码，打发掉陈仓而国的使臣。不过是朕这身边需要一位女眷帮着宴请使臣罢了，也不是非你不可。你如今技艺全失，不懂宫规，万世出身名门新士知书达理，一个个比你稳当许多。哼，朕之所以会来找你，全然是顾念着你我夫妻。鬼知道我当美食博主那会儿遇到过多少类似刘瑾这样的贱坊，先贬低你一无是处，再提几个优秀竞争者制造焦虑，最后端出一副用你是在施恩的恶心嘴脸。想忽悠我干活儿，莫说真金白银了，连块饼都懒得花。对付这种无良甲方，摆烂是最简单且有效的方法。那你找你的万贵妃新贵人去吧，瑶瑶，送客。沈林，你这是什么态度？是想让朕一纸将你废掉，改立万世为后吗？哼，他敢放肆，无非是仗着沈家功高，此番吓唬吓唬他，叫他知道什么叫君威不可冒犯。哦，还有这种好事？瑶瑶，进屋拿纸笔去。对嘞，废后好呀，废后妙，呱呱叫。陛下，纸笔都备好了，快废吧。这不对啊，他听到废后怎么心情突然变好了，就好像盼这一天盼了很久似的。废了吧，使臣将至得罪沈家不明智；不废吧，话都说出去了，这可如何是好？朕刚才不过是一时气话。陛下九五之尊，向来是君无戏言的，快废吧，再耽搁一会儿馍都要干了。沈林，你到底要我如何？绷不住了，不装了，用我不用朕了，愿意好好聊天了。将我打入冷宫的是陛下，想让我应付使臣的是陛下，说旁人比我更妥帖的还是陛下，刚才说要废后的是陛下，如今衰婢不愿意下旨的依旧是陛下。陛下与其问我想要陛下如何，倒不如先问问你自己到底要如何。如此表里不一，行事迂回，你这架子端着不累，我在边上看着都累。大敌当前，不考虑对外博弈之上，就只知道跑冷宫来恐我跟前摆姿态，说你是妇人格局，都侮辱了妇人的词儿。自父皇驾崩后，已经很久没人敢这么数落我了。若父皇尚在，我何至于大半夜愁得睡不着觉，来冷宫还被从头怼到尾。姐妹，你悠着点儿，对方辩友好像快被你怼哭了。救命！我不会真把皇帝给怼哭了吧？这家伙是纸老虎吗？一怼就破！你一个一国之君干了那么多破事，还不行让人怼两句，还哭了，离谱，晦气！三国会面，事关端朝100年民生计，这上面既有你父皇的努力，也有我阿兄的心血。你若愿同我好好商量，那咱们就好好聊一聊。你若还要端着那副高傲姿态，出门左拐，慢走不送。你本就愿意帮朕，没哭？刚才没发挥好，骂少了。帮你可以，不过我有条件。什么条件？都已经是一国之后了，还想要什么？待到陈仓2国的人踏出这端朝边境，你便立刻下旨废后，改立万还是新？哎呀，算了，随便吧。你的皇后爱立谁立谁去。废什么？废后？皇后之位，这后宫多少女人一生的追求，她愿意帮朕对付使臣，却不愿意再做皇后了，居然主动申请废后，说不要便不要了，这是什么逆天道理？早早，搬个凳子来我边上坐，拿着纸笔帮我记一下。瑶瑶，帮早早拿个烛火来。得嘞。待陈仓2国离开端朝国土，陛下便立刻下旨废后。到时候陈仓2国的使臣都已经走了，你再下旨废后，还会有什么问题吗？你
既然没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是第2条。还有第2条？第2条，我在冷宫做惯了，便不回你那中宫去了。横竖再待几个月就要跑路了，后院副瓜菜苗长势如人，我才懒得挪窝。唉，一心想要调岗去中宫跟着皇后蹭饭的，得，这下还得继续待在陛下的身边做苦逼暗卫了。第3，和平交流期间，如有需要用到皇后的场合，我会出面帮你应付。不过这服化道得由你提供，除此之外，薪资日结。服化道，薪资日结。回禀父皇，母后的意思是，如果有需要他出行的地方，您需要提前提供活动流程和差群。除此之外，但凡需要母后出场，完事儿之后都需要父皇您给些刀金作为报酬，1日1结，不能拖欠。你居然要让朕给你刀金？不多不多，每日100刀金就好。每日100刀金。使臣来访，接风宴、秋猎、蹴鞠赛，没个3、5月根本交流不下来。折中算4个月120天，整整12000刀金，换成刀银是120万。可以。如此说来，那3个条件就算你都答应了，君子一落值千金，陛下一落……算了，改个手印稳妥些，毕竟又不是什么君子啊！等。陛下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陛下，时候不早了，陛下所求既已达成，不如早些回宫歇息吧。皇后娘娘禁令已解，从今儿起，门口这锁便不必再合上了。恭送陛下圣安。刚才在院中，你怎么不知道出言帮朕转还着点儿？就这么由着皇后胡来？陛下，老奴不过是个奴才呀，这帝后之间的谈判哪里轮着一个奴才擅自插嘴的道理？娘娘愿意出山就不错了，您就认宰吧。还有你，身为朕的暗卫，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后身边的丫鬟强行让朕按手印？哎，陛下不是自己说的可以吗？可以什么可以？朕是想问他可不可以少给点儿。陛下既言可以，便是觉着娘娘的条件十分合理，所以在瑶瑶姑娘的引导下，主动盖了手印呀。当时院中又没人把刀架在陛下脖子上，属下以为完全不必出手呀。合理？他那3个条件到底哪一个合理了？自请废后，住冷宫，出场要给钱，这是正经皇后干得出来的事儿。陛下往好处想，皇后娘娘既已答应，至少使臣的事您不用愁了，不是？有沈将军在身侧，您便有了平起平坐的资本啊。回宫吧，小金库虽然空了，但总算能睡个安生觉了。姐妹，我终于要被废了呀！姐妹，你终于要被废了！今儿个老百姓怎样能高兴到早？要不要过来一起啊？不用了，母后。开心点嘛，小家伙，今天可是你的生辰呀！是啊，今天是我的生辰，并非亲生的母后为我亲力亲为准备了满树流萤的惊喜，而我的父皇连句生辰快乐都没有，甚至连宫里有我这么个人都记不清楚了。早早啊，不要为了一个不喜欢你的人遮住了双目，而看不见身边还有那么多喜欢你的人。母后，可他不是别人，他是昭昭的阿父呀。母后，是不是我不好，不够讨人喜欢，所以父皇的眼里才看不见我？这段话何尝不是我曾经在无数个黑夜里用来反复激问，最后用来安慰自己的话呢？早早，你只是运气不好，遇上了一个不是那么在意子女的阿父，这远就不是你的错。你不要难过，你还有母后，她不在意你，母后在意你，逍遥姐姐也在意你。你看，那么多人送你礼物，帮你庆生，你绝对是这天底下最讨人喜爱的小朋友了。你父皇看不见你，绝对是他眼睛有问题。真的吗？必须的呀！你可是分分钟的背下99乘法表的小朋友呀，你知道吗？那玩意儿我当年背了整整2天，背到罚站呀也没能背下来。而且你才5岁就已经会作诗了，还素质低于文书，优秀的简直就像别人家小孩。早早，今日若不是你提前告知母后，这端陈仓3国的政治态势，母后岂能与你父皇谈判得如此顺利？早早呀，你怎么会不好嘞？你绝对是这天底下最聪明、最可爱、最棒、最好的小朋友了。